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2月4日啊。今日講下咧蛇年係一個文化象徵啦，因為喺唔同嘅民族裏邊咧都有佢嘅創世神話。中國啊，伏羲女媧就創世噶嘛，女媧伏羲。咁究竟女媧同伏羲係咩嚟呢？其實咧就係人嘅上身，但係蛇嘅下體嚟嘅，佢哋本質咧就係一條蛇嚟嘅。而喺中國嘅創世神話早期咧，蛇咧嘅地位係相當高，但係後來隨住龍啊個形象化之後咧，蛇嘅地位先係減低嘅啫。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喺印度喎，喺婆羅門教嘅時期啊，呢個嘅印度其中一個神咧就叫做濕婆神。濕婆咧座下有蓮花，而蓮花座下咧就係有蛇去守護嘅。所以咧喺呢個嘅婆羅門教後來啊發展成為佛教同埋印度教嘅時期咧，蛇咧都係一種神嘅象徵嚟嘅。咁但係呢啲係多神教啊，對蛇咧就往往視佢為係即係創世嘅象徵啦。但係一神教就唔同喎，一神教我哋所熟悉噶啦，細個讀過聖經都知道啦，蛇係魔鬼係撒旦嘅象徵嚟噶嘛。但係除咗聖經，除咗呢個猶太教或者後來嘅基督教對蛇係有負面嘅睇法咧，仲有另外一個一神教咧，佢哋對蛇都有負面嘅睇法，甚至乎而家考古學嘅支持咧，呢一個一神教應該仲比猶太教係再早一啲係產生嘅。咁呢個宗教係咩咧？喺香港咧，如果你喺80-90年代行過銀行門口咧，你會見到咧好多嗰啲保安人員啊，係嗰啲印巴籍嘅人士嚟嘅。咁但係咧佢哋嘅頭巾咧有啲藍色啊，有啲紅色嘅喎。咁嗰啲好大機會就係印度教嘅。咁但係如果咧你係喺香港咧見到一啲嘅上流社會咧，印巴籍人士咧，南亞裔人士係戴住白色嘅頭巾、白色衫。咁以前咧100幾年前香港人歧視佢哋咧，就叫佢哋做白頭摩羅。咁呢個白頭摩羅咧，香港而家仲有呢個嘅拜火教廟啊，其實佢哋係拜火教徒嚟嘅。喺中國古籍上咧，拜火教咧就叫祆教。喺魏晉南北朝嘅時期，隨住絲綢之路啊，就傳入咗嚟中國嘅北方。咁因為咧絲綢之路傳入咗，其實包括咗佛教啦，包括咗婆羅門教啦，包括咗呢個拜火教。而當時咧有一啲嘅北方政權啊，就係胡人嚟噶嘛，鮮卑族建立嘅呢個北魏政權。咁佢哋咧嗰啲太后咧係信胡天嘅，而呢個胡天咧其實就係拜火教裏邊嘅最高嘅一個信仰嚟嘅。所以胡天者就係一神教嘅一個真神，就係一個拜火教嘅主宰。但係因為當時咧北魏啊，或者後來嘅北周啊、北齊啊，佢哋拜胡天咧，其實就唔一定係認識嘅，佢哋只係當同佛教咧係同一樣嘅東西，就喺西方傳入嚟，信咗。而去到呢個唐代咧，安祿山啊，都係咧係相信拜火教嘅，拜火教徒嚟嘅。因為點解咧？安祿山佢哋嘅支人咧就叫粟特人，粟特人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就歸附咗薩珊波斯王朝，咁所以變成咗咧呢個嘅粟特人啊，就係成為咗波斯人嘅一支，所以佢哋咧都係隨住呢個嘅拜火教帶住拜火教咧進入咗中國嘅地方度係流行嘅。咁所以唐代咧就係中國有幾個宗教啦。我哋以前喺 A Level 讀書嘅時期咧有一課叫宗教史，就有讀到四教啊嘛。呢個四個外來嘅四夷教就叫做第一個就係景教，景教就係基督教嘅一個異端啦。第二個咧就係拜火教啦。後來咧喺呢個嘅北宋咧流行咗一段時間就摩尼教，摩尼教咧就係叫做明教曾經咧組織過政治上嘅起義添喎。喺北宋時期北宋末年啦，就係呢個方臘起義。方臘咧就被視為係拜火教嘅一個分支，摩尼教喺中土嘅一個承繼者嚟嘅。而呢個嘅有學者指出啦，明朝嘅成立啦、建立啦，同呢個嘅明教嘅信仰咧，或多或少一定嘅關係。而呢個嘅中國咧就流行呢個祆教，而祆教到底係咩呢？呢個所謂嘅白頭摩羅到底係咩呢？而家我哋中國咧好多嘅出土文物，甚至乎喺台灣咧都有呢個拜火教嘅痕跡嘅。譬如話台灣故宮博物院嘅南院，我哋啱啱咧就參觀完，咁咧就見到有拜火教啦、薩珊波斯王朝嘅一啲痕跡喺裏邊呢啲就係拜火教嘅一啲嘅拜祭祭祀嘅一啲嘅藝術品。咁你喺台灣係見到，喺
中國大陸啊，仲有更多考古出嚟嘅拜火教嘅一啲嘅圖像啦，譬如話呢一幅咧就係拜火教嘅教徒燃點佢哋嘅聖火，聖火不滅啊，就代表住咧呢個嘅真神阿胡拉咧，唯一嘅創造主阿胡拉咧嗰個喺人間上面嘅信仰嘅傳播嚟嘅，咁你就見到喺中國大陸咧有極多呢啲考古嘅圖像，就係唐朝時期遺留落嚟。不過咧，隨住所謂嘅三武滅佛啊，最後一武就係唐武宗咧滅佛，咁啊滅佛還滅佛啊，但佛教喺中國後來啊復興翻。但係因為咧呢個拜火教啊，佢主要嘅信仰嘅信徒咧，頭先所講就係波斯人，咁而波斯人喺中土本身人數好少。咁啊，其次就係粟特人，但係隨住咧呢個安史之亂之後咧，粟特人咧喺中土嘅影響力亦都大不如前。咁所以呢個嘅滅佛咗之後，而呢個嘅胡天所謂嘅祆教咧喺中國咧就逐漸消失咗啦。另外嘅分支咧摩尼教咧就有秘密流傳。咁但係被中國嘅人咧就視之為魔教嘛，摩尼教就魔教啊嘛，咁呢個印象當然唔係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要重點講呢個祆教，喂，而家被考古學界普遍視為係人類最早嘅一神教。咩叫教咧？咁宗教起碼有三樣嘢啦，第一就係有所謂教會嘅組織啦，第二就有教嘅經典啦，第三咧仲有創辦人。咁而家咧就叫佢做最早嘅一神教。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個宗教創立以前咧，佢已經呢個信仰啊喺亞利安民族裏邊咧有一段好長時間嘅流行噶咯。嗱，咁我哋首先要知道咧，亞利安民族就係喺佛經裏邊咧記載嘅一個民族啦，其實就係印度婆羅門教嘅時期。就係亞利安民族統治啊嘛，而亞利安民族咧，除咗統治印度，甚至乎有可能咧就嚟到中國。中國歷史書上面講嘅鬼荒啊、險運啊，有可能咧就係呢個嘅亞利安民族咧向東遷移，然後再結合咗後來東方嘅一啲嘅其他嘅民族形成咗嘅一個勢力嚟噶。咁呢個亞利安民族咧就喺伊朗。即係今天伊朗啦，當時就建立咗波斯帝國。咁而波斯帝國咧就係有一個信仰，呢個信仰咧就係拜火教信仰。嗱，佢同印度嘅婆羅門教唔同，印度嘅婆羅門教嘅信仰咧係相信咧叫做主神教。咩叫主神教咧？嗱，婆羅門教同印度教係唔同嘅，印度教係多神教。印度教咧係相信呢個世界咧有好多神，而有咁多神裏邊有三個主神。三個主神咧就包括咗咧梵天啦、濕婆啦同埋毗濕奴。咁但係咧喺早期嘅婆羅門教咧，佢就係相信咧得一個主神嘅啫，個主神咧就係梵天，而濕婆同埋毗濕奴咧就係梵天咧衍生出嚟嘅其他神嚟嘅，就唔係主神嚟嘅。咁所以咧婆羅門教係主神教，咁但係咧呢個嘅祆教或者呢個拜火教就係一神教，佢哋相信嘅神咧只係得一個嘅啫，創造主係得一個。咁而喺呢個嘅拜火教以前啊，人類主要都係多神教啦。你見到而家今天喺巴比倫啊或者係以色列嘅地方啊，所出土嚟嘅文物，喺埃及出土嚟嘅文物都係咧多神教嘅。直至到咧呢個波斯嘅祆教出現咗之後咧，一神教就開始發展出嚟啦。咁當然啦，如果咧你係相信聖經係歷史書，猶太教作為一神教咧，由亞伯拉罕開始咧，應該係比呢個拜火教更早。咁但係咧就冇考古學嘅證據能夠支持到亞伯拉罕，甚至乎支持到摩西個時代線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所知道咧，拜火教就唔同啦。喺波斯地區、伊朗地區掘到大量嘅一個嘅聖火拜祭嘅一個考古遺跡出現咗。咁大概係距今2700年左右啦，最早可以推論到距今2600年、2700年左右。呢個嘅波斯人咧就已經有拜火，即係將火咧係作為一種祭祀嘅一個信仰。而且咧佢哋後來又出現咗經典喎，因為咧有一個先知，呢個先知咧就叫做所羅亞斯德。呢個所羅亞斯德咧就喺波斯地區度廣泛傳教，將拜火信仰咧就係理論化、經典化，成為咗一個主要嘅宗教。後來仲喺薩珊波斯王朝咧變成咗國教啊，同呢個嘅即係後來嘅猶太教成為以色列嘅國教咧，其實係時間上係略早一啲，就比呢個猶太教經典化
大概做100-200年嘅歷史，咁所以而家考古學咧大概可以咁樣理解啦，從時間線嘅角度可以咁講，咁啊所以咧有唔少嘅歷史學家或者係考古學家相信咧巴比倫之囚嘅時代，咁啊如果呢個嘅猶太人的而且確係受到巴比倫之囚嘅話咧，咁咧佢哋好可能喺嗰個時候，甚至乎稍後一啲就係波斯帝國解放猶太人嘅時期，就係會接觸到呢一個嘅拜火信仰嘅，因為咧我哋所知道咧呢個嘅所羅亞斯德教啊，佢成為國教之後咧，佢並冇好似其他宗教咁，包括呢個佛教啊，包括後來嘅伊斯蘭教、基督教咁啊，係成為咗普世宗教啊。佢冇個原因係點解呢？所羅亞斯德教有一個特點嘅，因為呢，佢嘅起源呢就係所羅亞斯德啦，佢話先知嚟噶嘛，但係呢，佢只係一個不外傳嘅宗教，所以一個作為不外傳嘅宗教呢，佢就好難發展起上嚟噶咯，淨係波斯人或者歸附波斯嘅一個其他外來嘅民族呢，先能夠相信呢個嘅所羅亞斯德教嘅。咁所以粟特人即係安祿山呢一支超武九成呢一支，佢哋歸附過波斯，所以佢哋先能夠成為拜火教嘅信徒，但係其他人又唔得，咁所以呢個宗教呢，佢只會咧隨住個帝國嗰個國力衰弱咧而慢慢會消失嘅。咁但係佢點解能夠崛興呢？就係因為咧呢個嘅亞薛美尼德王朝啊嘅時期，或者後來嘅薩珊波斯王朝嘅時期。你係要面對住其他周邊嘅民族，尤其是以前嘅巴比倫民族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個喺近東一啲好強勢嘅民族，但係佢哋咧主要係信多神教嘅，而信多神教咧就往往不及信一神教啦嗰啲教徒嘅信仰咁堅定啊，咁所以咧喺呢個嘅波斯王朝咧，佢哋選擇咗拜火教、一神教作為佢哋嘅主要信仰咧，就令到佢哋嘅戰士、佢哋嘅國民團結好多咯，因為相信咧死後有審判啊嘛。呢個一神教、拜火教咧係強調阿胡拉創造咗世界，佢係善嘅神嚟嘅，但係同時間咧人世間有好多惡嘅事情，因為受到邪惡嘅惡魔誘惑。有蛇嘅誘惑，所以咧就會做啲行惡嘅事。但係呢個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你死後嘅時候會接受阿胡拉馬茲達嘅一個終極嘅審判。阿胡拉馬茲達嘅審判呢，就作為一個末世審判呢，呢個就會對咧波斯人啊係更強大咧，係有一個好直接嘅影響，甚至乎咧佢可以屢次能夠同呢個嘅希臘多神教一個嘅傳統咧係分庭抗禮，甚至乎咧有壓倒嘅優勢添喎。咁所以呢個嘅希波戰爭裏邊咧，波斯係有更強勢嘅一個發展，呢點咧可能係有一點嘅關係嘅。咁所以一神教點解會往往打贏多神教，就係因為佢哋相信有死後嘅審判，而且咧佢嘅信仰更堅定，佢哋嘅戰爭唔單止為政治嘅利益，更加係為咗自己死後為自己家族、為國家、為自己嘅人生、來生嘅生活咧，係有一種寄託喺裏邊嘅。咁而咧佢哋嘅核心價值咧就有一個創世神啦，就係光明神。咁所以點解用火咧同光咧係最接近啊嘛？所以呢個嘅阿胡拉馬茲達就代表光啦。咁呢個係佢哋嘅宗教第一個特點，就係一神論。第二咧就係善惡二元論，就係因為咧佢雖然係有一個神啦，但係同時間咧呢個世界有一個惡魔嘅，呢個惡魔咧就叫安格拉萬紐。安格拉萬紐咧佢係蛇嘅化身嚟嘅，咁所以咧佢喺地下咧嘅生活嘅，喺地底生活，呢個地底咧就叫地獄。所以佢創立咗天堂同地獄嘅二元說。咁所以有唔少嘅歷史學者或者宗教學者認為咧，猶太教裏邊一啲嘅次經其實咧好明顯咧就吸收咗呢個嘅阿胡拉或者安格拉呢個二元論喺裏邊。所以咧呢個猶太教嘅次經咧喺早期嘅傳播裏邊咧，因為佢哋曾經就喺近東即係有交往過噶嘛，一齊生活過噶嘛。呢個猶太嘅意思咧就係咩？以色列嘅意思就係呢個嘅沙漠上邊嘅民族啊嘛，游牧民族啊嘛，而佢哋就喺嗰個地方裏邊咧係管治過噶嘛。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咧佢哋係相信呢樣嘢。第三啦就係相信有末世論，最終咧善一定係會戰勝惡嘅，達到完美嘅狀態嘅。所以咧人類作為政權，波斯係會管治咗近東地帶、中東地帶。而呢個嘅死後咧，呢個阿胡拉咧，亦都會喺迎接一啲善良嘅人上到去天國裏邊咧，係享受
天堂嘅福利喎。相反惡人呢，信奉多神教嘅人呢，或者係一啲同波斯呢個嘅民族戰鬥嘅人呢，佢哋就會死後呢，落到去有12個月裏邊呢，要10個月呢，都係暗不見天嘅地獄裏邊。咁所以呢個係人類而家我哋喺考古學上面支持最早嘅一神論、二元說、天堂地獄說、末世審判論呢，就係嚟自呢個所謂索羅亞斯德教嘅。咁呢個索羅亞斯德教為光明黑暗嘅對立，而且咧人類咧仲有自由意志嘅。呢個 free will 最早就係索羅亞斯德教嘅經典裏邊咧就已經寫明噶啦，有來世觀靈魂咧會有死後嘅審判。咁好明顯你見到咧就係同拜火教咧同埋猶太教咧個教義之間咧有好多好相似。咁係咪邊個影響邊個咧？係互相影響。如果從時間線嘅角度咧，呢個嘅拜火信仰應該係比以色列嘅信仰咧係略早數百年。咁而從經典嘅角度咧，呢個嘅索羅亞斯德教嘅經典應該係比舊約聖經再略早。咁當然啦，如果你計算呢個十誡都係真實嘅話咧，咁當然十誡摩西係會更早嘅，甚至乎亞伯拉罕更早。但問題今天考古出嚟嘅材料仲未能夠係可以支持到呢種說法。咁所以佢對嗰個宗教影響當然係大啦。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佢有北嘅，個北就係咩咧？佢只係一個波斯民族嘅信仰，係一個亞利安人嘅信仰，或者係依附亞利安人嘅信仰。咁所以呢個亞利安人嘅信仰咧，其他民族包括即係喺呢個波斯地帶活躍嘅其他民族，喂，佢哋就唔能夠接受呢個信仰噶咯。咁所以咧，後來當伊斯蘭教崛興嘅時候咧，就好輕易可以打敗咗呢個嘅薩珊波斯王朝，因為咧伊斯蘭教強調佢哋係普世宗教嚟噶嘛，強調呢個嘅真主阿拉係唯一嘅真主嚟噶嘛。咁雖然咧阿胡拉都係唯一嘅真主，咁但係呢個嘅阿拉作為唯一嘅真主、創世嘅真主，呢個嘅可蘭經裏邊嘅真主，佢哋就可以廣泛推廣信仰，包括非洲嘅人啦、歐洲嘅人啦、東歐嘅人啦、中東近東人啦，都可以相信。咁呢個咧就變成咧波斯咧就以一敵十，就唔夠呢個嘅回教，即係呢個嘅伊斯蘭教係對抗。所以咧多神教同一神教嘅戰爭之間咧，一神教係有利嘅，因為一神教咧就會有極深嘅信仰。而且咧有死後嘅審判，佢哋戰鬥起上嚟咧會更強大。咁但係同樣係一神教呢個嘅拜火教咧就不外傳，而且佢嘅經典亦都冇翻譯，佢哋傳入嚟中國咧竟然係冇一個嘅即係系統嘅中文翻譯嘅經典喎。咁所以變成咗咧佢就唔能夠咧係擴大信仰啊。基督教後來就能夠擴大信仰，聖經有唔同語文嘅版本，所以先能夠咧歷千年而不衰。2000年而不衰。咁但係相反啦，呢個嘅拜火教咧就唔同啦，咁就好快衰落咗。咁所以即使有政權嘅支持，佢就係成為咗一道光輝嘅宗教啦。喺呢個嘅中東近東地區有上千年嘅歷史，1000多年嘅歷史，直至到咧伊斯蘭教喺7世紀興起，佢先至滅亡。佢由公元前5-6世紀開始就已經成為咗咧波斯地區主要嘅信仰，就成為國教。咁有1000幾年嘅發展，咁但係一下子咧就俾伊斯蘭教咧係將個聖火整熄咗。喺今天咧，伊朗咧仍然都有少量嘅拜火教徒嘅，咁但係伊朗作為伊斯蘭嘅大國作為呢個嘅伊斯蘭嘅一個重鎮，咁當然呢個拜火教咧就唔能夠發展啦。咁所以今天咧拜火教咧只係得好少嘅地方，包括咧中國少數嘅地方啦，包括印度啦。因為咧當時薩珊波斯王朝滅亡嘅時候，就有一支人咧走咗去印度，就係成為咗帕西人。帕西咧人咧就係呢個嘅拜火教徒嘅後代嚟嘅。咁今天咧仍然都有呢一種信仰，咁但係咧人數都唔多啦。咁喺新加坡咧都有嘅，新加坡咧有數百個咧呢個嘅拜火教徒你見到咧呢啲數百個拜火教徒喺新加坡嘅報章裏邊咧，有時都會訪問佢嘅。咁佢哋都有錢喎，好多都因為呢啲帕西人咧喺英國殖民管治嘅時代咧，就係同英國政府咧有好大嘅即係友好合作咁所以變成咗呢啲帕西教徒咧呢個拜火教徒咧喺英國嘅殖民地，包括新加坡同香港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喺裏邊。咁但係此則為後話啦。
咁但係隨住伊斯蘭教崛起，呢個嘅拜火教咧喺歷史上告終。但係拜火教嘅另外一個分支就摩尼教啦，摩尼教係拜火教嘅異端嚟嘅，佢哋吸收咗耶穌基督嘅信仰，亦都吸收咗佛教嘅信仰嚇，後來傳到嚟中國，影響咗宋朝、明朝嘅歷史。咁此為後話，有興趣嘅我下次咧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歷史，咁啊包括仲有佛教仲有印度教嘅歷史咧，都係相當有趣嘅。咁我近呢大半年我就花咗好多時間去睇有關宗教歷史同埋考古學嘅資料，咁希望可以同大家拋磚引玉討論一下啦。OK， 咁我係根據考古同埋史學嘅講解，咁宗教同神學咧就並唔係我興趣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可以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有文字版參考資料，亦都有呢個嘅中國近代史課堂獨家嘅內容，希望大家嘅支持啦。拜拜。